当然不是，这是皇府天族内部的画卷，我花重金买来的尖嘴猴腮。说到你就扯吧，楚风可不长这样。楚风说道。那你说长啥样？尖嘴猴腮问道。反正不长这样。这样，你把家庭住址留给这位兄台，等他知道真相，也方便揍你。楚风对尖嘴猴腮说道。你这人一看就是没见识，不仅没见识人，还坏你没钱买我这话的观看权。我都没说你什么，你怎么还造谣生事坏人名声呢？我懒得与你说。尖嘴猴腮立刻加快了行进速度，消失在了远处，跑了。莫非真是假的？众人再度议论起来，但那位络腮胡却不以为然，反而看着楚风兄台，你被骗了，还不去追啊？楚风对络腮胡道。无碍小钱兄弟，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钢铁，不知道兄台叫什么？络腮胡难问道。我姓楚。楚风道。原来是楚兄弟。楚兄弟，你与那楚风同姓啊？络腮胡笑了笑旋即又问道。你真见过那楚风？见过，真不长那样，比那个帅多了。楚风说道。那你说说，那楚风到底长啥样啊？络腮胡好奇地问道。我忘了。楚风不肯说实话，是担心惹来麻烦，因为他觉得不仅皇府天族知道他得到了脉之本源，那个七界仙宗必然也有观望外面的手段，多半也知道他的一些世脉之本源王之血脉。无论是修武者还是界灵师，都有着极大的诱惑。他若暴露自己，简直就是自取灭亡。可那个络腮胡却不依不饶他，似乎对楚风非常感兴趣，一直与楚风询问打听关于楚风的事，甚至要出钱买楚风真正的画像。楚风虽然没应，但却也觉得有趣。他能感觉到这个叫做李钢铁的络腮胡对当代武者很感兴趣，甚至言语间对楚风有着些许崇拜之意。若是让他知道自己就是楚风，不知他会作何感想。而又经过一段时间赶路，楚风等人也总算接近了此行的目的地，距离还很远，便已能看到一座通天的山峰贯穿云端，但那山峰竟是金色的，并非石柱，但也不是金子打造而成，那绝对是更为利奥德的材料。而仔细观看，山峰之上还有着一个个巨大的窗户，不像是山峰，更像是一座造型奇特的高塔。最关键的是，那竟散发着比远古更为久远的气息，极可能是太古之物。楚风，那是山峰还是塔呀？淡淡好奇地问道。更像是一座塔，应该就是皇府天族所说的那件宝物了吧？楚风说道。能看出这宝物蕴含的猫腻不？淡问。暂时还看不出来，但多半是里面藏着好东西。皇府天族定然是无法获取，需要外人助力，不然怎么会这么好心拿出来与众人分享？楚风猜测到有道理，但这对我们来说反而是机会。淡淡笑道。自然，楚风也表示赞同。二人交谈间，距离山峰越来越近，而在那金色山峰外的一圈天上地下都聚集着大片身影，密密麻麻的，自远处看如蝗虫在席卷天地，但那都是修武者与界灵师。由此可以看出，这方阵法世界内的远古武者人数还真是不少，并且大多数还都是有门有派有组织的。可这些人却默契的和那山峰形状的金色高塔保持着距离。又靠近了一些之后，楚风与界善仙才明白为何如此气息。在高塔下方聚集着数百万皇府天族的大军，他们围着一座高台，高台上只有一个身影，那是一名留着白发的中年男子。他的穿着与皇府天族其他人没有区别，就连身后也背着一个黑色的木箱，但是他却散发着一品天神的气息。这气息的界限之处，便是众人停留之处。而很快，远处的人群退让开来，是一辆辆金灿灿的战车御空而来，上面皆是飘扬着皇府天族的旗帜。战车落在广场之外，从中走出数万名小辈，显然都是皇府天族的精锐。因为这数万名小辈之中，修为最弱的也都是一品半神，而其中3位更是达到了一品真神，那是2男1女。其中一个男的楚风，认得皇府上武当初9天之巅，他曾跟随皇府圣宇等人一同前去砸场子，不过可能是这皇府上武太过愚钝，9天之巅最后的试炼并没有看到他，但也因此他捡了一条命。当时可没有想到还会再见到他，而另外2个都是陌生面孔，男俊女俏，趾高气昂，就连皇府上武也只能跟在他们2个身后，看样子身份地位应该还在皇府上武之上，但这也并不意外。其实当日9天之巅的皇府天族小辈中，皇府上武的地位也是一般。眼下所有皇府天族小辈自战车走出后，便直奔那位拥有一品天神修为的白发男子。在皇府上武3人为首的情况下，整齐的施以大礼拜见战天大人。之所以如此恭敬，因为那白发男子名为皇府战天，他虽不是皇府天族族长，但天赋卓越，因此在皇府天族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年里皇府战天随意的摆了摆手，战天大人，人来的差不多了，可以开始了吗？很快，一位皇府天族的老者也是走到皇府战天身旁，开始啊，主持这种事我懒得做，便由你来说明吧。皇府战天对那老者说道。遵命。那老者看着虽然年纪比皇府战天大上不少，可在皇府战天面前却也是毕恭毕敬。随后老者便看向众人，先是客套一番，随后才讲述了具体情况。诸位，这座宛如山峰一般的通天之物，乃是太古时期的至宝，名为太古血脉塔。这太古血脉塔于我们修武者而言，可是有着极大的好处，它能增强我们的血脉之力。我族族长大人乃仁义之人，他一直信奉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道理，所以今日便与诸位一同分享这座我皇府天族珍藏已久的至宝太古血脉塔。闻言，天地间已是变得疯狂，因为若是皇府天族长老所言属实，这座所谓太古血脉塔可远超他们的预期。毕竟血脉乃是修武者的根基，若能增强血脉，这比提升修为还要更加的有用。对于众人如此热烈的反应，皇府天族长老则是满意一笑，这才继续说道。只不过入塔也有一些要求，首先这座太古血脉塔
只针对于修武者，但对血脉也有要求，所以修武者血脉不够强横之人，便不要进入其中了。毕竟进去也没有收获，不如将机会留给有需要的人。还有一点，进入此塔需要塔令，塔令数量有限，便注定只有少部分人可以得到塔令。但一道塔令可与多人一同分享，若是得到好处，共享一道塔令者，可根据持令者意愿进行分配。因此，若是不属于任何势力，单独来此之人，若想进入太古血脉塔，建议看看可有相识的势力宗门，愿带着同行。当然，若能与其他散修人士结伴同行，也是可以的。总之，至少要以万人为基础，才能领取塔。另个人哪怕血脉再强，修为再强，也不可独自领取塔令。皇府天族那长老此话一出，众人顿时议论纷纷，其中意见最大的自然是戒灵师。毕竟专修结界之术者，往往修武天赋较差，可他们大老远的跑过来，却无法进入其中，肯定有怨言。但碍于皇府天族的实力，也只能小声抱怨。怎么这么麻烦？果然还是有猫腻，对吧？淡淡对楚风问道。确实有猫腻，这皇府天族绝对没那么好心，但暂时还看不出来。楚风一直在认真观察，想尽量在进入之前便看出一些端倪。而皇府天族那位长老讲述完大概情况后，皇府天族众多长老便同时动身，同时催动至宝，布置了一道真正的屏障，将那所谓太古血脉塔真正的封锁了起来。但除了屏障外，也有上百道大门同时在四周开启，人们想进入其中，可通过那大门进入。而那大门实则是测试之物，可用来测试修武者的血脉强弱。血脉多强倒是无法测出，可血脉太弱者会被一道红光笼罩，也将被拒之门外。先前说的好听，劝戒灵师不要踏入，实际上就根本没打算让戒灵师踏入，除非戒灵师的修武血脉也足够强大，否则那道门便会将其拦下。这不免让楚风心生猜疑，甚至不排除这可能是一个针对修武者的陷阱。毕竟修武世界强者向来不将弱者的生命放在眼中。楚风本女王感觉不太对，若是不行，咱们就不进去了。虽说富贵险中求，但也不能真的不要命啊。淡淡也察觉有危险，而就在此刻，又一道声音在楚风体内响起，且是同时映入楚风与淡淡的耳帘。太古血脉塔在远古时期也是较为珍贵的宝物，是神路剑。神路开口，淡淡也不说话了，而是专心聆听，乖巧的不行。至于楚风，则是如同捡到救命稻草，赶忙询问前辈：“您了解这太古血脉塔？”这皇府天族长老所言属实，这里面确实有力量，能够对血脉提供帮助。不过太古血脉塔也分为多种，足够强大的太古血脉塔是无论修武者还是戒灵师的血脉都有机会得到好处的。他既说了，戒灵师最好不要入内，那很有可能他的这座太古血脉塔是品质较差的一种，对你来说未必能够有帮助，不过也无法确定，还要看最终结果。总之，若是在这里得到的好处弱于你的血脉，便不要相容，因为那样反而会降低你的天雷血脉品质。不过凡事无绝对，也有可能是这皇府天族没有说实话。总之进去看看吧，因为太古血脉塔是由太古时期的一种天地奇物催动，那天地奇物就藏于太古血脉塔的顶端。你若能够到达顶端，寻得那件天地奇物，倒是可以给本神用来修炼，同时也能加快本神力量的恢复。神路说道。那看来这太古血脉塔，我是非要进去不可了。楚风再度看向那血脉塔，疑虑还在，可却动力更足。神路的力量，楚风是知晓的，那可是堪称无敌的保命底牌。若是能够让神路的力量快些恢复，楚风无疑就多了一次保命的机会，他自然不能错过。况且楚风感觉到了神路对那天地奇物的渴望，楚风一直觉得神路拥有的不单单逃脱的手段，必然也具备其他力量，只是神路一直未曾展现，也不透露。可不说别的，自从与神路相识，他对楚风的帮助是极大的，可以说是多次救了楚风的命。神路需要的东西，楚风自然不惜余力的要帮他搞到。前辈，对这太古血脉塔您还知晓哪些？晚辈若是要进去，需要注意些什么？楚风询问。塔令确实能够调遣多人，也可分享获得好处，可实际上一切的定夺都由塔令持有者来决定，所以你一定要自己得到塔令，否则便会成为他人傀儡。另外，太古血脉塔虽不限年龄，可在远古时期却通常被那些庞然大物用来考核后辈所用，因为这太古血脉塔有一个特性，若真的能够被彻底激活塔身，便会化作透明，内部的所有情况外人都将看得清清楚楚，如同戏台一般供人欣赏，就连伪装手段都将失效，所有人都将原形毕露。听闻到这里，淡淡忍不住开口了，那岂不是说楚风的身份会被暴露？他有些担心，毕竟楚风有脉之本源和王之血脉这种世人皆知的力量在身，简直就是各方势力眼中行走的宝库。何况远古种族本就对当代武者怀有敌对之心，若真在这里暴露，那无疑是会招来围杀之灾，对你来说确实有危险。而且虽然每个太古血脉塔获取力量的方式不同，但最强的力量只有一个，这最终的好处是需要争夺的，所以就算你身上没有他们觊觎的宝物，可你想在这里获得真正的好处，便注定会得罪这皇府天族。要不要进去，你还是仔细考虑一下。神路说道。淡淡无碍来，都来了，我有自保之法。楚风安抚过淡淡之后，便对神路说道：前辈您对晚辈帮助晚辈皆是铭记于心，既然那塔顶之物对您有用，晚辈无论如何都要将其搞到手，只是不知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楚风又问。你小子不必搞溜须拍马，这套本神所知晓的都已告诉你了。神路说道。哎嘿嘿，没有溜须拍马，晚辈陈述事实。楚风笑了笑，看着像溜须拍马，实际上说的却是心里话。